威尔微型卫生巾，微型贴合，动态防漏。Lebrise 威尔卫生巾，邀请您观看另一种蓝。厨邦减盐30%特级生抽，带您进入正片内容。稀客呀！你怎么来了？有事儿啊？打算去哪儿？跟你斗累了，想歇歇。赵志宏这个人做事，手段干不干净，你应该很清楚。我不清楚。我们两个已经散伙了。不清楚最好。但如果你知道些什么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去跟警方做说明。我不想下一次再见到你的时候，是在监狱里。可燕，你觉得咱俩现在还是朋友吗？这条路你再继续走下去，就是深渊，结果必定是粉身碎骨。上海磁场的事你没有追究下去，我当你还有点良心。刘少，悬崖冷啊。
我们去自首吧。我可以去，你不行。但我们都做错了。错在我，你没有错。给我一点时间，我尽快给你一个答复。再相信我一次，行不行？君君，一盏灯，3个人。一桌饭，我真的做不到。对不起。你好，先生，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吗？我来自首。刘少，你这王八蛋，你敢卖我？这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都是赵志宏干的，你把我卖了有什么用啊？你想干什么？走。刘少，刘少，你给我回来！你他妈混蛋，你给我回来！刘少，老实点。刘少，哎！想不到就这么个瓶子，啊，竟然闹出这么多事情来。哎，我跟你三叔当初真想把它砸了，但你们大家看看，谁能舍得砸了它？啊，谁能舍得？真不能砸。
其实，大家一直都在说我爸爸作词的技艺高超。说实话，小时候我真没这个概念。但是通过这次这件事情，让我意识到了，什么叫做以假乱真。所以，我也不想再因为这件事情，让外面的人再说吉峰的闲话。我们两个商量过了，正好借这个机会，大家不是爱听故事吗？我们就把陈家的故事讲给他们听，讲正版的故事。周叔，两位陈大师的技艺，您最清楚。如果您愿意给年轻人，给想买这些瓷器的人做个科普，我相信您是最适合的。但要讲这个的话，得把您的看家本领拿出来，故事得从头讲起。老头，你有什么顾虑吗？哼，我有什么顾虑？我就是在想，当年你爸收留我的时候，就一个要求，说今后绝不能再拿这个仿古技术去坑人骗钱。不过刚才你们说的我都听明白了，这样，咱们能不能把这个仿古技术，一五一十的，啊，都给它扒开了揉碎了，讲给这些爱好者们听，让他们知道怎么去伪存真。你是这个意思吧？那我就没有包袱，也没有顾虑，你们怎么说我就怎么干呗。行，就等你这句话了。三婶，您的意见呢？你爸爸、你三叔，还有你周叔，在疾风的几代老手艺人，要想讲他们的故事啊，3天3夜都讲不完。我们这代人呢，被这些故事困住了，甚至被压得喘不过气来。但是你们这些年轻人，有见识，有勇气，请你们帮助我们，把应该说出来的故事讲给大家听，好好的讲给他们听。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像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今起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你们存在过的痕迹，也是你们留给我的惊喜。好看吗？这儿啊不能画出来。哎，重新画，换一张。师傅，我想画瓶儿，我不想画纸了。小豆子他们比我晚学，我画的比他们好多了，只有我还在纸上画。所以你认为你现在能在瓶子上画好了？还学会攀比了？我告诉你，基本功不扎实，无论在纸上还是在瓶子上，你画出来的东西那都是狗屁。
文采笔画的起收顿转，那展现的是含蓄。如果你的笔锋锋芒外露，那就称不上是一幅好的文采。重新画。雨剑哥哥，你画的比我好看多了。我爸爸不是在批评你，严师出高徒。回去。雨剑，你很聪明，师傅的话，你一定能领悟的啊！重新画。放得真高啊！把我叫来放风筝，就是为了夸我的啊？不是啊，最近事情太多了，帮你散散心。咱们小时候就爱放风筝。你说，如果线足够长的话，它能飞多高啊？你这是干嘛呀？他们总跟我说，让我出去看看。我记得你也这么说过。我不在的时候，帮我多去看看我爸爸。妈，腾格，还真没想到赵俊会去自首。朱叔说，格子搬到姑姑那儿去住了。
事情都告一段落了吗？生活还是要回到正轨，不是吗？所以啊，主理人陈小满女士，你还要再接再厉啊！我现在只想睡觉睡到自然醒，然后再玩上几天泥巴。最近手感受的都很久没摸了。给你一点小小的奖励吧。什么呀？看看。哇，好漂亮啊！这个啊，是定制的吗？啊，最近刚落户工业园的一个厂商的新产品。哇，有这个图案的，你可是独一份。嗯，喜欢吗？嗯，这个纹样，这个色彩，都很喜欢，好漂亮啊！哎，你可以去建议那个厂商啊，把这个定制图案的，变成一个专门的服务项目，肯定很好，很受欢迎的。哎，不对啊，你现在怎么满脑子都是这种商业思维啊？艺术家陈小满女士呢？现在是钱小满。什么？钱小满？我是为你高兴嘛。你看，现在玉瑶呢，正在朝着你设想的美好未来一步一步的前进。工业园区也开始投产了，总算让这个青花瓷小镇的项目终于有了一个比较完整的雏形。也总算没有枉费你的一片苦心呀，真好。这就是马老生前最想看到的画面。我终于完成他的遗志了，没有辜负我们两个之间的约定。他一定是知道你可以完成这个任务，所以才把这个交给你的。老陈啊，这地方空旷，这天也凉了，给自己添件衣裳，听见没？哼，哎，你放心吧，孩子们现在都能挑起大梁了。彤彤啊，现在在公司里头做的是有模有样的。你没白养这个儿子，他现在终于能理解你当初的良苦用心了。还有瑶瑶，哎呀，这个孩子领证了，她老公你认识啊？见过的，就是那个在科研身边不着四六的谢君瑶。我本来是不同意的，那人年纪太大了呀。可咱闺女说喜欢呢，哎，说妈妈，啊，年纪大了会疼人。也对。哎，还有小满，小满把他工作室啊搬到公司里来了。还一边搞创作，一边帮着彤彤打理公司，可好了。反正我是不用操心了，我去人家还赶我走呢，用不着我啦。我现在可以彻底在家享清福啦。
你是没这个福气了。赵志宏伏法了，法律替咱们惩罚了他。我恨他，我恨呐！哎，我从来没问过你，这辈子你娶了我，后不后悔？啊？你说什么？再说一遍，大点声。听见了？你不后悔是不是？哎呦，反正我是不后悔，我值了。你别记我仇啊！等下辈子咱们再见的时候，加倍还你。哎，跟你说点高兴的事儿，我买票了，还是去新西兰。我替咱们两个好好去看看，行不行啊？把我想看的、愿意看的、能看的，我全都看一遍。你等着，等我再见你的时候，好好讲给你听。你最近怎么样？我挺好的。妈呢？妈也很好。她其实想跟我一起来看你的，但是她害怕你不见她。下次我们能一起来吗？我搬去跟妈一起住了，我会把她照顾好的。今天见了这一面，以后就别来看我了。我犯了错，房子和钱就当是给你的补偿。我知道和我对你做过的伤害相比，这些算不上什么。你看看，要不要把房卖了？要不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，过你想过的生活。和你在一起，就是我想过的生活。赵俊，我怀孕了。什么？我是说，我们有宝宝了。其实，今天我过来之前，我每天都想。我们怎么见面？我该怎么跟你说？但是现在见到你了，我觉得一切都没有变，我反倒安心了。决定留在玉瑶，就是我做的最正确的选择。
我谢谢你对我做的一切。我知道你没有把我卷进这个事情里，是为了保护我，保护我们的爱情。我想跟你说，我、孩子还有妈，我们一起等你。其实时间过得很快的，你好好改造，争取早点回家。三叔这辈子一直在追赶着我爸爸的脚步，总觉得自己比不上他。看来他已经找到自己的方向了。这次参展，我想带这个去。完美。传承与创新的故事各个不同，我也在这个过程中有了自己的感悟和成长。感谢陈小满女士的精彩演讲，下面我们开始记者采访环节。这位记者朋友，陈小满老师您好，我是文化晚报的记者。我们来之前呢，也听说了很多关于陈家的故事，很复杂。所以呢，我们想请问，您是怎么样在这样的环境当中披荆斩棘，走到今天的呢？其实，说复杂也并不复杂。钻研一门技艺的人，总会有一些自己的执念。我们家5代之瓷，复杂也代表着一种成就。其实做瓷的人都明白一个道理，在我们和泥土的对话过程中，它就像人生一样，我们会尽自己的所能去做好每一个环节，尽可能的不留遗憾。在火的历练之后，我们期待着一场惊喜。曾经，我也想要摆脱那些困扰，想要
逃离大城市的压力，追寻自由、平静。但我发现，到最后我还是会遇上一个一个的困扰。我想要自己快点长大，想要成长，也想要变得强大，但我也会在一次又一次的选择之后，为自己的选择买单。其实，改变也是一种成长。今天我可以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这些，也是因为我昨天哭过，也笑过。感谢陈小姐的精彩回答。那么我想请问的是，您以及咱们疾风在未来的发展方向会是什么呢？记得我最开始学习手艺的时候，我遇到过很多的问题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我做出来了一批作品，有的歪七扭八，有的上面有很多的小黑点，有的呢我想要做绿色，结果变成了黑色。反正就是不管是从器型啊，还是釉色上面，各个方面都不是我本来所想要的那种。当时我就觉得我可能不是那块料吧。我想过放弃，但是我师傅拿着我那个歪七扭八的跟我说，有时候呢，你要放弃一些自己的期待，有可能你会得到更多。这个看起来不是那么完美的东西，它就是独一无二的，这就是瓷器之美。他的话一直影响着我，不管是在做事还是做人上。玉窑千年窑火不灭，所以疾风也会延续之前的品质，而我也会做好我自己，做出好的作品。有一点我非常确定，做出一个好的瓷器品牌，是我们一家人共同的梦想。以前经过这儿，也都会停留吗？还记得第一次发现这个广告牌，是被药生开除那天。当时觉得这幅图片真的好丧啊，上面的问题我也没有办法回答。第二次是聚合失败，依旧无解。现在再次看到，应该感觉没那么丧了吧？甚至会不会感觉到还有一些燃？海鸥虽然孤独，但依旧选择振翅高飞。风雨再大，也无所畏惧。柯总真是越来越懂我了。人生的际遇不同，看事情的眼界也不一样。人生不易啊，还是要多点微笑。
说实话，我感觉这次回来，一切很熟悉，但又不太一样了。听起来，你好像对目前的一切还挺满意的。你不满意吗？你满不满意我？差一点。差一点。那要怎样你才会满意呢？轻轻徘徊，不惊扰你的自在，就让独白安睡在心中深埋。哪怕一切到头来无岁月记载，也至少不会让你为孤单感慨。I'll be by your side， 游在你蓝色的海，走在你身边，留在视线外，只眺望你的盛开。I'll be by your side， 所以不必说出来，所以再长的等待不感慨，只要你明白，我明白。当我开始为了一抹颜色争取，一再告诉我自己不可以畏惧。当我在这里每一件事情顺心，我该何从，又该何去？当我再一次梦到你们身影，发现自己已经不再像从前般哭泣，学会控制了情绪，又懂得一个人在这世界里面对狂风骤雨。当经历过憧憬和失意，慢慢发现这里并没有你我的足迹，而另一方天地多熟悉，连空气都像轻轻的手拥抱我身体。我愿意在这里从今起把你们的一点一滴揉进这蓝色里，这是